他是谁？就是这样。谢谢你啊，让伯母离开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遗憾。反正我也常常叫人家妈。你忘了，我是很多人的儿子吗？你或许不知道，你这一声妈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。这样告诉过我，每当他打电话回去的时候，他妈妈一听到他的声音，就会开心的流下眼泪。正阳一直都很内疚，不能常常回来看他。他是怎么去世的？他是为了救我。我和正阳是在当义工的时候认识的。当时的局势很不稳定，天天要面对生离死别。这一刻好好的人，下一刻就受了伤被抬进来。因为我们缺乏物资的药品，很多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伤重去世。那种无力感真的很难受。如果不是因为正阳，我早就不能支持下去了。他会常常鼓励我们这些义工，叫我们不要放弃，无形中感化了我们。那一天被送进来的伤患特别的多，我跑进帐篷去拿药，突然有辆车失控的撞过来，正阳把我推开，他救了我，却丢了自己的性命。我虽然没有见过他，不过我听你这么说，他真的像一个完美的人。我很欣赏他。我都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喜欢他，他就走了。他虽然不在了，但我会永远记得他的积极和乐观。他告诉过我，我一定要保持乐观，一定要永远挂着阳光般的笑容，带给人家无限的希望。我一定要做到。哎，是吗？我要收当听众的钱。谢谢你啦，真够朋友，听我说那么多。好了，你也累了，去休息吧。嗯。把炸鸡还给我，薯条还给我。你要吃清淡的，油腻和刺激性的食物会诱发癫痫发作。我不管，把它们还给我。喂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不准发脾气。你怎么知道是我生日？我填表格的时候看到。哦，妈咪整天忙工作，我还以为没有人记得了。我们这么细心，当然记得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生日快乐。嗯。哎，游戏机哪里来的？妈咪拿给我的，她怕我们游戏机不要玩太久。我不管，我就是喜欢玩。
要玩也可以，不过一定要适可而止，玩太多很伤精神的，知道吗？下一个的话，我比较愿意听。那我呢？难喽。算了吧，他就是针对你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想要我看你顺眼很容易，除非什么？买生日蛋糕给我。那很容易啊，马上去买。等一等，我要吃巧克力味的，谢谢。不能吃巧克力。你不买给我，我就不原谅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喂，你真的要买巧克力蛋糕？不好吧？巧克力有咖啡因，会诱发癫痫发作的。我知道，我想买1块吧，吃一点点应该没问题啊。我还是觉得不要买巧克力蛋糕比较好。你想买其他的蛋糕，他不会接受的。我要找一个有巧克力味道却不含咖啡因的蛋糕。有这样的蛋糕吗？你不找又怎么知道没有？你明知道他是在刁难你。我们不应该轻言放弃的。就像上次正阳为了实现一个小孩的心愿，千辛万苦找了1块蛋糕给他，他能做到的，我也一定能。你知道吗？你跟 Chris 一样，怎么样？死不认输。这叫坚持。你不是很气他的吗？他只是一个小孩子，我没那么小气。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，我可以自己找。不会，你这么大方，我舍命可以选择。行啊。快打开吧。你是不是在里面放了蛇？没有，蟑螂？绝对没有。我保证没有，总可以了吧？这是？白巧克力蛋糕。少糖的，也可以适量的吃。可是我不是说要……你只是说巧克力蛋糕，没说黑还是白，对吗？来吃吧。我不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讨厌鬼，比楼下那只还讨人厌。你怎么这么说啊？浩然姐姐走了很多地方才帮你买到这个蛋糕的。白巧克力蛋糕也很好吃的，我切给你吃吧。不吃就是不吃，不吃是吗？不吃。好，不吃是你的损失。我们来吃啊！啊，爽！我们走了那么多路，我很累又很饿，切一大块给我。一大块，干脆一半，你一半，我一半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你们还没有唱生日歌，我当然不吃了。哦，没有唱生日歌，是我们的错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Chris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哎，切蛋糕。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好吃耶！那我现在还是不是讨厌鬼呀？比我楼下那只还好一点啦。你怎么一直说有鬼啊？是真的。小孩子不可以撒谎。我没有撒谎，我亲眼看到的。那天晚上，你去按电梯。哦，喂。你肯定是鬼。他头发那么长，样子那么恐怖，不是鬼是什么？会不会是流浪汉？一定是鬼啦！就知道你们不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给我你的电话号码。干嘛？害怕的时候可以打电话给你呀。上次我真的是吓死了啦，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去那里了。你不只有老人缘，你还有小女孩缘呢。
干嘛？吃醋啊？刚才真的很好笑，给我你的手机号码 ，please 啦，拜托啦。拜托，他才几岁，因为我变态啊！你没听他说吗？下一次在楼下看到鬼的话，打电话向我求救。你相信他？我看他样子不像是说谎。我不信有鬼。哎，有很多地方真的有鬼的，尤其是像医院这种地方。淘气鬼、色鬼、酒鬼、赌鬼、恶鬼。你好冷啊！我也知道。哎，看人啊，小心点啦！哇，火气真大。这是我第2次在医院看到他。他来医院干什么？也许有朋友住院，他来探病呢。什么7/749天啊，逢凶化吉，我打你49拳呢！我拆你招牌，看你怎么死！哎，hello，那个算命在哪里？他怎么还敢来？警察都在找他，找他干嘛？捉他喽！他说能治百病，到处骗人发安归金，搞到人家报警，算他闪得快。有个安迪给了他几千块，以为肯社会好，结果还不是走了？走去哪里？死翘翘了喽！你不是也被他骗了安归金吧？啊。我为什么堂堂正正的大男人，我得乳癌，为什么偏偏选中我？我真的没用，要死的还帮人家笑。反正都要死了，不如现在死算了。不行，如果死了，我老妈、阿霞儿子怎么办？不能死，来个文倩。喂，喂，文倩，是老爸。我不想跟你说话。文倩，你听我说，我老爸有苦衷的啊。喂，哎呀。你还不听我电话，王婷不要理我了。没有人要理我了。跳。我妈这。又讲一了百了，没用，连死都怕。哎，哎，你运气真不好啊！一 stand by 就中奖。浩然怎么会突然请假？他有个朋友的母亲去世了，他帮忙处理后事。那他这个朋友对他来说一定很重要。你怎么这么说？他那么热爱工作，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，他是不会请假的。那倒是，这个朋友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可惜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了。如果他还在的话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在一起了。他没跟你提起过吗？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？他当义工的时候，那个人也是义工，那是多久前的事啊？大概5年前。我看得出，浩然还是没有忘记他。无论怎么说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那个人对浩然的影响很深，要他完全放下，真的不容易。他把这件事告诉你，连我都没说，就代表你在他心目中有一定的分量。支持你，加油啊！是谁啊？袁志伟喽。是他啊，改变了这么多。他说啊，他的异装癖已经治好了，是时候跟女朋友结婚喽。
好像另外一个人了。其实啊，有另外一个人呢，也改变了很多。娜娜，因为你，我再也不是以前的尼莫了，我变得更坚强、更勇敢、更等一下，娜娜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会让你幸福快乐，我会保护你的，请你相信我。Yes。我不能嫁给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三从四德做得不够好。不是你对我已经很好了。是不是因为安哥却反对？不是，我爸鼓励我跟你在一起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担心我没有事业基础？我已经决定留在救护队啦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个，你要留在救护队，就要克服怕死的心理障碍。可是，这跟求婚有什么关系？我希望我的未来老公是个全面的、专业的救护员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夫唱妇随。夫唱妇随，我喜欢。为了你，我一定可以做到的。为了娜娜，我一定可以做到的。假厉害，什么为了你都可以做。还是从简单的开始。最后一条。这一次我一定可以的。喂，你不要做傻事，扔给我，扔给我，扔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三哥，sorry， 人要克服怕血，所以想要抽自己的血来看人。sorry。你再讲说你啊，我就把你的血吸干，让你说力到够。快进来，我老公要生了。没事吧？别担心啦。他突然间肚子很痛。第几胎？第一胎。痛吗？他没事吧？医生说他预产期下个星期。他羊水破了，得送他去医院。好。你们帮我送他去每次做检查的私人医院。对不起啊，你老婆快生了，我们得马上送她到最靠近有妇产科的政府医院。可是他说他喜欢那里的环境，我们都跟亲戚朋友说会在那里生了。还有那里靠近我做工的地方，我随时都可以探望他和孩子。老公，送我去哪里生？送去哪里生？好，可以都听着。老婆，电梯来了。老婆，撑着点。可以。老婆。你坐这里啊，老婆。上去，没事，你看看没事啊。医院。马上开车。呀！哇 ！sorry， 你是故意的。不是的，三哥 ，sorry 啦，锁定你的头了。方先生，你快就要到了啊！接受。Alpha 412 to control， 孕妇就快生了，估计10分钟会到。Over。不行要出来了。我帮你检查一下。
看到孩子的头了，尼莫，我看这次由你来吧。看到孩子的头了，尼莫，我看这次由你来吧。多10分钟。快去医院！求求你，快帮他接生吧！不能再拖了，把车停到一旁去，我们要接生了。痛死我！你放心吧，我会教你怎么做的。3个5，尼莫，一条生命就掌握在你手中了。推，1、2，推，1、2，推，很好很好，看到肩膀了，看到肩膀了，来，再来，用力啊，1、2，推，BB 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恭喜你们，是个男孩，好可爱，我们的儿子。尼莫，跟你说，你也忘了爬鞋了。耶！我终于成功了，我不怕血了，耶！快上车吧，还要送产妇和孩子到医院去的。对啊。你怎么会在这了？你上次不是说你不相信鬼了吗？我是担心有人装神扮鬼，趁机非礼小女孩啊。看来你还是关心 Chris 的。那当然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就这个，只有空酒瓶。难道真的是醉汉？看来我们是白跑一趟了。小叶 OK。来，趁热吃吧。你很像我妈咪啊。是啊是啊，很像你妈咪。来，哥吃啊。你等我一下。喂，叮叮糖啊，要不要吃？不用了，你自己吃。原来这里有卖叮叮糖啊！早知道上一次来这边买，我找得那么辛苦。对了，香根还说上次你特意买给我吃呢。大山跟你说些什么？没有啦，就是你买给我吃了。浩然，其实我……大狗，你这个酒鬼又来偷酒！大狗！啊，就是那个人哦，上次偷了我的面包啊。看来啊，他好像是偷了隔壁咖啡厅的酒嘞。那个酒鬼掉的，很特别，怎么还给他？小姐，请问几位？我找人。
施教授，请坐。谢谢。突然约你出来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不会。那我就直说了。你真的认为哲明适合当儿科医生吗？这是他的理想。哲明是我的儿子，他很优秀，也很有潜能。他是绝对能够成为我的接班人。你不觉得他应该往更好方面发展吗？不管是哪一科，只要能救到人的，就是好医生。可是一个性命垂危的病人，最需要的是让他心脏继续跳动。许小姐，你是救护人员，应该明白这一点吧？我知道施教授曾经为心脏外伤的伤者进行缝合手术，而且手术很成功。要成为一个顶尖的专科医生，除了要不断的学习以外，最重要的是内心要有渴望让病人继续活下去的强烈欲望。哲明具有这方面的特质跟能力。我同意。你身为他的女朋友，我希望你帮帮我，劝他转攻心脏科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为什么？我明白你所说的，可是我了解泽明，我尊重他，不希望他做他不想做的事。难道你不想哲明的事业达到巅峰吗？如果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，就算成就再大，也不会快乐的。施教授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要去上班了。一大清早就喝那么多，很伤肾的。生女儿有个屁用！老爸有事，他连电话也不听。你女儿这么乖，怎么会生你的气？再打给她看看。我以为我心情不好，没想到你心情比我还要差。怎么了？我们接到通知，有人说他父亲跌倒了。赶到那边的时候，发现他瘫痪的父亲大小便在床上。原来他女佣不干了，他是叫我们过去帮忙他父亲清洗身体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你呢？心情怎么这么坏？施教授刚约了我见面，他找你什么事？他要我劝泽明放弃儿科，转当心脏专科医生。那你怎么说？我拒绝了。你敢拒绝教授啊？我只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。没想到你外表这么温柔，原来你比谁都坚强。别笑我了。说真的，你不怕教授不开心，阻止你跟他儿子来往？我相信施教授会公私分明，他也只是希望泽明能继承他的事业罢了。我想，父母都是希望他们孩子能够成才。在一般人眼中，儿科永远是比不上心脏科来的重要。天下父母亲，我能体谅施教授作为一名父亲的心情，却无法赞同他的做法。啊，对了，提到父亲，我前几天看到你爸爸，他是不是有朋友住院了？没有啊。那他干嘛一直到医院去呢？你在医院看到他？
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说是去探病，可是他却走向 X 光部门。我第二次看到他，他好像心情好不好，匆匆就走掉了。你父亲左胸冷硬块，经过细胞样本检验后，证实是恶性，而且已经是第3期。爸，你在家吗？哎，汉叔，你有看到我爸吗？有，我陪他喝酒在那边，很不开心，喝了很多。谢谢你啊。我为了你而不睬我了。哎，干嘛用筷子丢我？我喜欢啊！是不是我打你？走，不要了！是不是我打你？来打我，打死我了，打死我了，打死我了！算你走运！打死我！我想死啊！我想死！我想死！伯父，你要藏在哪里？你把我女儿藏在哪里？自从搞人事情之后，他不顾这个家了，也不理我了，我电话他也不听了。是你害他的！到底是谁啊？你管我是谁啊？你是谁？爸，他是文庆的爸爸。他是你爸爸？啊？你妈妈？你怎么教孩子的？怎么教孩子的？你们？伯父，你醉了。我没有醉，是你教坏我女儿，还在这么狠心不理我。是你，是你！我警告你啊，再骚扰我儿子，我报警啊！报啊！报啊！我怕！你们这些人就看不起我们这些人，报了！爸，伯父、伯母，对不起，我爸心情不好。不用说对不起，不要他们说对不起的。爸，你醉了。我没有醉，你有了男朋友就不要老爸了。爸，你们先去餐馆。爸！爸！不要叫我，不要叫我。爸！你没事吧？伯父怎么了？泽明，你先去陪你爸妈吧。可是，没事的，你回去吧，我会再联络你。不要叫我爸，叫我。爸。哎呀，你们到底吵什么？你问他了啊，生女儿。生女儿有个屁用啊！有事情找到之后，连个鬼影都不讲。爸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你做了什么让你爸生气了？妈，我没有，是爸他。你还敢把事情推到你爸身上啊？你不孝，你推给老爸，你不孝，你不是我不孝。爸，我都知道了。他知道什么啊？妈。爸他病了，他得了，怎么感冒啊？有没有发烧啊？我没病啊！那扫把精又说，我头脑有病，我头脑病。哎呀，你这个扫把精，你敢咒你爸是神经病！阿妈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啊。我知道。你现在啊有一个有钱的男朋友，以为了不起呀？你爸找你都找不到，你呀不懂躲在哪一个地方跟那个男人鬼混啊！你真的不害臊啊！你这个扫把精！你的扫把精！妈不要打了，妈不要打了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我说你回来，你回来我就打你大腿！阿雄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你怎么？哎呀，你不要吓我，你不要吓我，怎么样？我要呼吸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能呼吸，鸡蛋少受，只要吸入自己的气就可以了。哦。
哎，阿雄，你这样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事的哦。来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听到？啊，你怎么样了？哎，阿雄，阿妈，你在做什么？ 熊，阿妈，你在做什么？哎呀，你不用管啦，你吸不到气，好吗？你这样做法不正确的啦！放熊，阿妈，快打出去，5叫救护车，救我啊！救我！徐小姐，阿雄，阿雄，你醒醒，阿雄，阿雄，我是阿翔。 阿雄，妈，醒了，阿霞，阿雄，别哭啊，我都还没死。文倩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我们什么都知道了。阿雄，你真的得了乳癌，可是一个大男人怎么得这种病呢？ 是不是医生搞错了？一定是啦，一定是医生搞错的。文倩，你们有没有去劝好好？不是你爸得乳癌，是别人，是不是有没有去劝的？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哭了吗？老天爷，你真狠心啊！要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！我算是头发黑了，但我白头发也不少啊。这个时候你还要开玩笑？我现在不笑，难道等我死了笑给罗王看了？文倩，哎，爸，文倩，答应我啊！我走了之后，你要好好看着阿嬷，还有你阿姨。 你2个弟弟，不要乱说话啊！我不想我要比你早走一步。不要，我不要你比我先走，我不要啊，熊，我不要啊！老公，以后啊，你不要凶爸爸了，要温柔点。有适当的人。 嫁他算了啊！我不要，老公，我不要。医生说了，只要积极进行治疗，是可以控制癌症扩散的。癌就是癌了，我认命了。认你的死人头啊！你死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你真的那么想死？要死也是我先死，那好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。不要妈，妈不要妈，你不要妈，妈。那你答应我要好好的治疗啊！熊，你答应我们，为了我，为了文翰，为了我们了，答应了。爸，你去做治疗吧，你会没事的。你想调来心脏专科？是，我毕业自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，在许多的大医院工作过，经验丰富，我有绝对的自信。对不起，我无法批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不合格？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心脏专科医生？心脏科最具挑战性，以我的条件，再加上施教授的指点，我一定可以成为顶尖的心脏专科医生。心脏科的确最具挑战性，可惜不适合你。为什么？你给我个理由啊！你现在的表现就是理由。一名优秀的心脏专科医生
所该具备的就是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，都能够保持冷静，沉着应对。我刚才对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测试，可是就完全没办法承受失败，失去了冷静。你在普通外科累积了很多临床经验，但心理层面是严重的不合格。可是我可以改的啊。性格不适合的人，我没有兴趣。我看你还是留在你擅长的部门，这样对你会比较好。够了，你不用说的这么好听。全院人都知道，在你心中，就你儿子才是你接班人。现在不是我不合格，是你根本容不下其他人。我要栽培他，不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。泽明在急诊部靠的是冷静跟灵敏的应变能力，心脏专科医生所需要的条件他都有。我相信有一天他的成就会超越过我。可是我……对不起，请出去。说接班人，接班人就到。你幸运，有人撑腰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翘脚，等着当接班人就好了。这是美国约翰·普普金斯医院的面试资料。我已经跟了你的院长联络过，他看过你的履历，愿意让你过去面试。啊，我不明白。我知道你不想过来跟我学习，是怕人家说你靠父亲。你不转入这里的心脏专科，去美国那边的心脏专科也是一样，是不是更好？这间医院刚为心脏专科引进了一批最新的器材跟设备，他们拨给心脏专科的研究资金也十分的充足，每年不知道有多少的教授跟医生都想加入。在那边，你能身处在最顶尖的医疗机构，学习最先进的心脏医疗法，这是每一个心脏专科医生的梦想。对不起，爸，我不能接受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想去美国，我要留在这里。你清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？这种机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。爸，我说过了，我的兴趣是在儿科，我不会转来心脏科的。而且，我已经去儿科部门面试了。爸，这是我的心愿，我真的希望你能支持我。出去，爸，出去。